这儿的摩崖石刻是从晚唐开始兴建的，现在就已经沉没在水里面了，很明显是个武将。能看得出这是一尊大佛吗？佛头毁坏的比较严重，很漂亮。它肯定有一尊佛在这儿，就是因为最近是干旱才露出来的，不然的话我们都看不到。现在是下午3点，我要去划船，看一下水下的摩崖石刻。它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得看水位的高低，水位太高了，它就把摩崖石刻给淹没了。只有在水位低的时候，你才能看得见很精美的摩崖石刻。来一场1000年的对话。这个地方是前2年水位下降以后被发现的，因为位置很偏僻，所以去的人非常少。去的路上会走很长一段这样的小路。关于这个地方能查询到的资料并不多。到了。Hello， 狗狗，狗狗，对着我摇尾巴呀？你是要跟我去划船吗？啊？2只狗狗就一直陪着我。有时候想做什么事情就赶紧做吧，不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做了。总说等以后，等以后，有多少以后啊？等你60岁的时候再去买30岁想要的东西，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毫无意义。所以想做什么赶紧做吧。下水了。想起以前我在北京雍和宫门口生活了好多年，居然一次都没有跨进过雍和宫。我看看啊，从哪儿上？干脆从船上上吧。因为当时我总觉得守着家门口随时都可以去，结果直至多年以后我离开北京都没有进去过，还是有点遗憾。后来我就告诉自己，想做的事情立刻做，人生没那么多以后。没有人，完全没有人。这儿的摩崖石刻是从晚唐开始兴建的，一直持续到了宋代。黑龙滩水库我查了一下，是在1970年建的，是当时四川省最大的人工灌溉水库，解决了仁寿县长期以来的干旱问题。当时动员了数10万民工，历时2年多把这个水库建完。70年代在这儿建水库了以后，所有的摩崖石刻都被沉入到了水中。水边还有一些比较高的位置能看得见过去的摩崖石刻。正前方有一个喜乐，善乐还是喜乐？过去看看。从右至左，乐善好施，只是右边2个字有点损坏了，而且还有一点小字，但是看不太清了。乐善好施，做人要快乐，行善，很漂亮。这边也有佛像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地方。但是因为时间和水的问题，有一些都已经看不太清了。但是很明显是个武将，这个地方。前面还有小佛像，好多，现在就已经沉没在水里面了。这些都是砂岩，很容易雕凿，但是也很容易风化。其实黑龙滩水库崖壁这些摩崖石刻主要开凿于唐代，根据石刻题记和艺术风格来判断，大部分的石像开凿于中晚唐时期，也就是8世纪中叶至9世纪，已经超过了1200年。能看得出
这是一尊大佛吗？但是佛头毁坏的比较严重，16米高，这尊大佛。因为在石壁上有一尊16米高的大佛，附近的小型龛窟中有明确的纪念，题记为唐开元。这些铜器开凿的小型佛龛与大佛都在同一个崖壁上，艺术风格也基本相同。这也表明大佛工程与周边的小龛属于一个历史时期。大佛的袈裟呈 U 型阶梯式下垂，这是典型唐代的写实技法，风格与乐山大佛、龙门石窟、卢舍那大佛高度相似。唐代中前期国力强盛，巴蜀地区佛教鼎盛，也具备开凿此类大佛像的社会条件，属于盛唐向中唐过渡的代表作。而且在这个现在的局部区域，还有少量的宋代的补刻或题记。很漂亮。我刚才那个手机，那个没拍出来，它肯定有一尊佛在这儿。但那个佛估计都没了。我不知道，但是它因为在里边了嘛。在这个地方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看的话，这一辈子估计你都看不到。就是因为最近是干旱才露出来的，不然的话我们都看不到。我出去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黑龙潭水库究竟有多少摩崖造像，已经无法精确统计，因为还有相当大的区域被淤泥或者岩体掩盖。曾经这条草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也许我们终将无法完整探寻这些深藏于水下的故事。这是一个莲花的错台，感觉黑龙滩水下佛像的存在，也如同一面映照人生的镜子。它们沉寂于水中，却悄然传递着跨越千年的生命哲思。佛像随水位时隐时现，恰如人生得失的起伏循环。佛像面容被水流磨平，但1000多年前的衣纹仍在波光中流转。每个人也许都有自己的枯水期，但一定要相信，总有重见天光时。